Hello，大家好，晚上好，晚上好，晚上好，吃饭了吗？我还没吃，我在准备喝个东西。我要给大家推荐一个特别好喝的东西，叫做这个苹 C 美式，苹果 C 美式，我觉得特好喝。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聊一下九重子的基友，对，不也是想说开个直播，之前说跟大家说开个直播，然后跟大家聊一下，所以就来了。平 C， 我喝的是平 C， 不是橙 C。哎，行，冻梨也喝了，但是你不要咬我。冻梨，我觉得没有平 C 那么好喝，冻梨有点太甜了。对啊，聊基友，你们有什么关于基友的问题，你们可以说一下。星星先不出镜了，星星他太调皮了。基友的结局好不好？基友的结局，我觉得是我认为最符合他的，对，最符合就是我了解的基友。因为我觉得其实季勇他虽说就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他其实一直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就是不是说没有他有阶段性的目标，但是他在人生中没有一个，我认为他是没有一个终点的，他是一直不断在变化挑战自己或者也好。我觉得他唯一的就是有一个想定下来的东西，就是在于窦昭开启他的情根，但是没有办法去完善这段，就是两个人是没有未来的嘛，所以我认为他可能最终还是会，就算是做到了首辅，也不是他的终极目标。我觉得他最后还是会去，不能剧透，但就是他最后还是会去，就是去思考情为何物，去思考人生的意义在哪儿。因为他其实会医术，会武术，有谋略，也帮助了家国，所以我觉得他除了情以外什么都有了。这是为什么会武功啊？导演说的，因为导演知道我会武术，不是会武术，就是打戏还可以，所以就安排了一场。今天是要播那个去打戏那段是吗？播过打戏那段。其实本来我当时是凌晨去打那一场吧，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对，就是没有打太久，然后最后打完的时候，其实打完的时候还有一段话，但是没有剪进去，反正就是尔等就是为何要什么，反正但我觉得没有剪进去挺好的，最后一个镜头就是推上来有表现。然后后来我就是拿着药去找窦昭，然后看到了宋墨和窦昭，我就说一下我当时的这个心理的感受吧，就是我作为季勇去如何去饰演这个角色的。就是我当时其实因为大家都是单拍的嘛，其实没有带关系，也没有一块怎么样。我当时拿着药过去的时候，我看到的那一瞬间会有落寞，因为不管是怎么样，作为一个刚有情根的人，对自己喜欢的人一定是有占有欲的，但是看到他安全，看到他有人呵护，其实要大于我自己的占有欲，所以我把药放在那儿之后我就走了。走的时候路上呢，因为打架毕竟还是会受伤嘛，然后没有看到自己的这个伤口，也没有感受到，然后把
剑插进去的时候，看上自己的手的时候，有一种落寞，有一种苦涩，但更多的是在于他平安就好。对，这人设其实很带感，我觉得这人设非常带感。如果有完整的一个故事去讲季勇的前世今生，没有前世今生，就是完整的故事去讲季勇这个角色的话，我觉得应该是还是蛮有挑战，也是能够让大家看爽的一个角色。我认为季勇是没有记忆的，因为他在上一世作为圆通的时候，他跟了宋墨和窦昭说了，二位互为因果。我觉得他们不太会有这个记忆。如果他有记忆的话，他不会迷茫，他一定会完成，只是按照自己的目标就已经去做了。所以我认为他是没有记忆的。后面本身是想有光头的，但是因为各方面的原因吧，最后没有去呈现到光头。对，因为圆通嘛，其实我想它的结尾和起点是相互呼应的。就本身它其实它的结尾可能就是做到了一招首辅。剧透了。难做到太能猜到。不，就是圆通它本身就是个，它是个圆嘛，是个起点。对，我觉得它的终点应该是回归到它的起点吧，可能吧，我不知道啊，换个话题，尴尬。我觉得季勇他是没有从小是没有那个家人的嘛，他唯一的执念其实是千里镜，是他父亲送给他的，然后就是从小在寺庙里学医，他甚至都没有去思考过自己孤不孤独，对，因为他没有情根，他没有情欲，他对任何人其实都是淡淡的，所以他也不懂什么理解，他也不会觉得自己孤独。但是他就像 AI 有心了之后，他在最后的时候才会去思考什么是落寞，什么是情。对，他其实一直就比如说之前是学医的时候，他就一直想去医病，然后他最后觉得整个国家可能陷入沉疴的时候，他又想医国。对，所以他的目标其实一直很明确的是想帮助国家。对，中间噼里啪啦的那些东西你们看啊，因为后面还会有反转。对，但是最意外的发生可能就是来自于窦昭的出现，小庄周让自己有了不一样的颜色，所以我认为他是没有上一世的记忆的。我觉得就像导演，其实他一开始跟我聊这个角色的时候，就说他其实想要一个枯树，最后我经过了小庄周之后，我才能在那个树上面开出了一朵花。小庄周对我来说就像是枯木逢春吧。季勇的归宿是什么？你们看没？季勇后面会干大事吗？一直在干大事。我吃饭了吗？我还没吃呢，等会儿直播完吃吧。没有感冒，只是这2天突然一下拍大夜，因为上来就拍大夜嘛，所以睡得有一点懵。
就是有点晕，可能家里的这个空调也开的有点大。季勇什么方面是我什么？季勇现实，我刷太快了，我都看不到。等会儿啊，等会儿。季勇身上哪？我喜欢季勇身上哪一点呀？我喜欢他身上，他的脑子就是非常聪明，就是学什么是什么，学的都很快，会武功，会医术，然后想做什么，就是季勇想要，季勇得到，除了小庄周。今天上班吗？上班。季勇是水瓶座吗？我不太了解这个星座，但是他一定不是土象。但是季勇的确是，我觉得前面很难演的点在于，就是他那么聪明，但他为什么会没有情根？他这么聪明，他看小庄周要有那种亲切却没有情意的看，到最后，我觉得真的是有情意看他的时候，就是他要去救宋墨的时候，我看到他，然后看他离去的时候，我说螳螂精真是有个好福气的时候，我的眼睛才有情意，我觉得。前面看的时候，就是一定要就是有那种，你是我好闺蜜，对，但是是要比别人亲近，但是又不能带有深情。季勇会后悔吗？季勇不会后悔，季勇他不会去考虑后不后悔。放大镜是因为季勇他的右眼有一点近视，看不清。千里镜是因为季勇会关心，我觉得他有点可以预知未来的感受吧，对，所以他会观星象。相似的点呀，我跟季勇相似的点，都是一个目标很明确的人吧。但我不会有他这么的大度吧。如果我本人要是就是拼了命去救的话，然后我看到那一幕的话，其实是会暗自神伤，会非常难受，并且我会想尽一切的办法去证明我比他好。就是我本人的话，不太会去想说轻易的，就是去说让他去选择别人。对，但如果最后就是一定是他更喜欢别人的话，那还是会去成全。点播一首成全，对，给金勇点播一首成全。成全。哎呦，那个他要会员是黄云吗？啊，你扫一下，你弄我搞不明白。头发好长啊！
不冷，在家里它就没那么冷。什么时候剪头发呀？就是你要剪短的话不好做造型，但是就是长了呢，的确是平时会容易遮眼睛。但我在家其实我会把头发箍上去，只是现在不是要直播吗？点一首《成全》送给基友。我给柳微雪都已经选好歌了，哈哈。如果当初没有我的成全，是不是今天还在原地盘旋？扇巴掌的戏没有拍几天吧？未必永远才算爱的完整，一个人的成全好过三个人的。柳微雪的音乐到后面的时候告诉你，因为现在没有办法透，毕竟是个悬疑嘛，我没有办法透到后面的事情。EP 这件事情可能要暂缓了，对，因为最近的确是没有时间去弄这个东西，因为马上就是还有其他的工作，对，还得拍戏，还得对。金庸演的是爽啊，但是就是希望能够再爽一点。后面还有没有打戏了？后面没有打戏了，他也不能老打，他毕竟是个文将嘛。今年跨年还在剧组吗？在吧，在。哭戏，既有后面会有一点哭戏，对。柳微雪有没有哭戏？能说必有，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你闻过花香吗？啊。圣诞怎么过？快到圣诞了。哇，我还记得我去年圣诞的时候还在学那个圣诞节的吉他呢。剧组过呀，肯定是在剧组过。基友的功夫从哪儿学的？所以他很厉害，他就是可能是当时可能是看到宋墨能够学武道什么学武道学武功保护小庄周的时候，他可能就自己悄悄摸摸的自己去学了。火神什么时候上？我也不知道，我其实也特希望火神能上。不是，我最期待的是堕落之徒，那个角色很爽，那个真的那个比金勇还爽，而且很完整，那个都有点变态了，说实话，有点扭曲，对，毕竟是个反派。
那个我期待。星星在后面呢，什么时候演警匪片？我觉得我目前的接的戏都挺有挑战的，我觉得就是慢慢来吧，先把现在当下的给完成好，而且会有成就感的，真的有成就感，就越演越有成就感。廉价，我真不爱廉价比心，我真的，我就告诉你们为什么，就是不爱比心这个动作啊，因为我当时刚出道那会儿，正好不是赶上那个限什么令，就是不能够国外的，就是限什么令，懂吧？然后呢就不让比这种星，然后我就不想比，我当时我就觉得对，不能比，然后后来就没有再去比。然后后来呢，再后来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流行成什么脸颊比星什么的，就我觉得太像唱跳就是做的那时候要做的事儿，就是我觉得现在是做演员，就是我可能也就是可能就是年纪也慢慢上来之后，我会觉得有点害羞，不是害羞，就有点别扭。我觉得我会给你们比赞，可以吗？比赞。什么不用比删我？看看星星，星星等等吧，星星等等，等毛长好了之后大家去修一下。我其实演警匪还是正派，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只要这个角色的我就是我私心会觉得这个角色只要是就是落差越大，我越爽。其实就是其实如果真的是像警匪片的话，可能就像《红海行动》那种，就是完全就是展现自己的身手啊，展现自己的这种意志啊，然后那种感受。但是如果说就比如类似于基勇啊，或者是堕落之徒那种的话，可能就更加就是磨自己的这个眼神啊，磨自己的内心了。舞蹈视频真的我感觉太久不跳，我有点不协调了。我这个有空我就去还是去稍微做一下康复运动。火乐跟季勇谁聪明？我认为肯定是季勇。对，其实就是季勇他不会把自己真的立于那种危险和不利于自己太不利于自己的场面，但是火乐就纯就是命好，他要是命稍微不那么好那么一点啊，都很容易完事儿，很容易命丧黄泉。它不是棒棒糖，那是麦芽糖。对，其实程序这个角色，其实是我觉得，
因为成家它是一个群像喜剧，回归到角色本身的话，其实没有太多能够去塑造的点，因为所有的角色都是强服于剧情，强服于所有的这个梗啊剧情也好，所以关于人物的刻画，不太能够去很明显的去表现出来，更何况就是程序这个角色本身，它就是一个比较淡的一个角色，对，所以就是程家他可能更偏向于看剧情啊，看合家欢啊那种感受。对，你要是去细磨角色的话，没有太多能够磨得出来的东西。最近有攀岩没有？上一次是在北京攀的。攀岩证书比较难考呀，那个东西现在还是在练个的。最近有什么喜欢的歌吗？下一部古装现在到时候就知道了，一步一步走吧。最近有什么喜欢的歌呀？刚那个是啥？刚进来那个就好听。我最近都听啥？最近其实都是熊给你们听一下这首歌，这条小鱼在乎。对，他有句台词，他有句歌词我很喜欢，就是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今天的天空依旧蓝蓝的，和昨天一样完整的不够。关一下窗户，有点冷。带着记忆重来一世，其实无数次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但我认为就是它的确会减少自己的很多苦恼，但你的人生的开心也没有那么极致了，真的，就是因为你知道你自己可以获得这些开心，所以它没有意外来的那么的惊喜。但当然了，痛苦也会随之加大，所以我认为多做好事，随遇而安吧。星星观众我不是那个工作人员去的，星星他只是比较凑热闹。我跟你说，这小东西他睡觉会做梦，他有时候做梦的时候突然起来就开始叫，然后前2天他刚洗完澡的时候在床上跟我睡的，他靠着我的那个肩膀之后睡，突然就开始蹬腿之后就开始蹬手就开始蹬我脸。学季勇的毒舌吗？他学不来，他的毒舌还是我觉得季勇的毒舌我就还是学不来，他不容易出事儿，我容易出事儿。季勇在现代适合什么职业？销售吧。医术像季勇学到什么没有？也不是怕被骂，就还好了，就是都已经出道这么久了，没办法。但是只是觉得说，你嘴毒别人也没有什么意义，对吧？别伤害别人，而且也是需要调动自己的能量的，会比较累。抹唇膏，哎呦，我真的是太讨厌抹唇膏了，但的确是得抹。
因为我觉得嘴巴油油的就很难受。有吻戏吗？建议你看看画皮原著。哎，画皮原著是没有吧？没有。程序应该是原声。星星会尿床？那不会，那不会。我觉得基友的高光其实就是这段比较虐心的戏，然后还有最后其实跟干嘛扒我手，最后还有跟那个小庄周吵架的时候。柳微雪当然有感情戏啊，柳微雪怎么会没有感情戏啊？柳微雪是个很虐的角色。哎，你怎么什么时候学过咬人呢？新的角色啊，对，新的角色又得狂哭，一直哭，也不是一直哭吧，反正会哭得比较惨。你的歌单，五月天，点一首《成名在望》，祝大家成名在望，也不是说成名啊，就祝大家所有的事情都能够顺顺利利完成。起点是那平凡的成长，播出学姐的是少年们的模样。那一年的舞台没加上没去过，只有喷嚏边缘不认输的倔强。晚上吃啥呀？前日餐吧，少量碳水加一些蛋白。得让身体稍微得适应一下这个日夜的这个颠倒的这个，否则身体容易不习惯。年底舞台没有。再度动人心的寻常，背负过一月天的重量，才体会每场仗都要来场雨量。有微雪会法术。找个在干涸的贫瘠的现实上，当最长的重量让我们不反抗。拍霸总呢？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可以，当然可以。还说太快，等会儿。别问我其他的，我只能告诉你们柳微雪她怎么样。那这个先不聊了，这个不聊。肯定有什么好吃的，我就喜欢吃那个醉鸡堡，但是到现在还没有去吃呢，改天去吃吧。
哦，我看是什么？哭戏呢还是打戏呢？我觉得都还好，都还好，就是你要看什么情境，然后需要什么程度。交到新朋友吗？目前还是小甜，因为大家现在都比较矮。哪个角色更贴近自己？我觉得这每个角色肯定都是有自己的影子的，但是你要说贴近自己，我觉得李贺那个时候更贴近那个时候的自己，就是李贺其实是最像那个时候的，捋一下就是李贺这个角色最像那个时候的夏之光，但是不像现在夏。我要揍你了。但是就是现在，就是现在的角色其实跟现在的自己都是其实是有差距的，只是说是有自己的影子。好快啊，12月底，一年又过去了，感觉离珠海都没有，不是说离珠海没有多久，感觉离九重紫没有多久。角色对自己影响大吗？是有的，季勇对自己的影响没有特别大，因为可能就是没有每天活在季勇的世界里，然后程序也没有，司空长风有一些。没问题。不要咬啊，干嘛呀？你怎么回事今天？过去。季勇沾血的手为什么会抖啊？因为手指连心嘛，我觉得心那时候心在抖，不只是伤口的疼痛嘛。哎呦，你还有这首歌，这首歌也好听。几点下播？不正常是1个小时吗？来武汉玩，哎，我蛮想去的，因为我的工作人员有一位是武汉的，然后就是特想去吃热干面。哪个角色更难驾驭？哎呦，关于爱情我看不清楚不同解释，也许软男主。
好就是聊一下呗，也没有什么的，我觉得反正都是自己演。这个角色是因为它充满神性，它又是一个超现实题材，对，它在原著里它又是一个比较，因为是女装大佬嘛，所以在呈现上你怎么能够把握到它茶焦，因为你没有办法呈现女装，所以你怎么把握它这个茶焦点，然后到后期它又如何去在门外的世界里能够保持自己的这个冷酷的一面，同时也不油腻，所以他其实是最难的一个角色。他其实我当时看完原著看完剧本的时候，他对我2个字我就觉得是神性，他身上是有神性的一个角色，因为你没有办法在现实当中去找到类比于这个角色的原型，你找不到，所以你只能通过自己的想象，通过剧本，通过情节去刻画。哪怕是你比如说冯良冯栋这种反派角色，他是有一些精神分裂也好啊，他是有一些极端也好，你都可以从影视资料当中，从生活体验当中去捕捉到。但是阮南竹其实没有办法。对，袁通身上其实也有神性，但是袁通也是可捕捉的，你是可以通过一些影视资料啊，或者是通过一些事情，你是可以捕捉到这个角色的。但是我觉得差不多。国一直播，国一会有直播对吧？国一会有直播，对，到时候再跟你们聊聊国一。我喜欢袁通的人生还是季勇的人生？我都不喜欢。袁通死那么早，季勇呢他又没有办法。哎，其实季勇其实让我很心疼的。其实到最后，你们可以去看，因为那个结局是我当时跟导演刚见面的时候就，他结局原本不是那个样子，剧本也不是那个样子，加的飞页，是我跟导演去聊出来的。我觉得那样子更虐，因为他的人生目标不在于首府，虽然说他要做一朝首府，但是不是这个，他的人生目标一直都没有落定，直到出现小庄周，所以他最后其实是非常落寞的。毕竟枯木逢春，你要么就是给我枯木，你要么给我参天大树，但是你让我枯木有了花朵之后，我却没有办法去拥有这朵花的时候，我是觉得最难受的。其实自己再去看自己的影视片段的时候，也能感受到自己的，我会去看，然后我会去分析。我为什么之前刚刚说我说李贺跟我的要干嘛？我为什么要说李贺当时跟当时的夏之光是最像？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演的比活了要好，因为那个时候是完全是自己的性格，基本上李贺身上有当时夏之光70%-80%的影子，就是不太需要去演，你只需要去自然的说话，自然的回馈。然后到火了那个时候呢，各方面原因吧，就是想要去塑造角色的时候没有太抓的特别准，所以很多的一些情节细节方面没有去刻画的太好。我前2天就这2天去演柳维雪的时候，感觉上也是还稍微有一些成长的，所以也大家可以期待一下。话剧考虑吗？话剧当然考虑，毕竟也是一个挺嗨的一个人生体验。但是现在还没太有时间，先把当下的事儿做好吧。火了有没有2？其实火了其实是原剧其实是有照着有第2季去写的，但是现在好像没有办法开。对，
季勇的有句台词我很喜欢，但是还没有播，等到后面的时候会有，你们可以猜一下，到时候我到时候发个微博，你们猜一猜。有没有和好友聚餐？没有哎，我来到现在基本上除了拍戏就在家待着。盲盒会有第2季吗？应该会。开巡演，我这一首歌都没发过，我都没有属于自己的歌，我到哪开巡演去？我演啥呀？我去。主播喜欢吃辣吗？我还好，我以前不能吃，但是后来慢慢习惯了，能吃一些。过年会回合肥吗？我应该是家人过来吧。吉他没带呢，吉他在北京。星星乖啊，那是因为我左手现在按着他在的，他一点不乖。她是我见过最皮的小女孩，特别皮，像个男生一样。That her bedroom was a castle, she was fairest in light. When she got older, and it all changed. There was no time for make-believe, and all the magic slipped away until the light. 下个角色想演什么类型的？没想法，来什么干什么。So keep your head up, princess, before your crown falls. Though these voices in your head will be your downfall. I know it gets so hard. 针灸长高，我没试过呀，啊，我真没试过，我不知道行不行了。我觉得大家如果说可以去测一下骨缝，如果说已经长闭合了，其实很难的。如果你想通过再长高的话，其实你就通过拉伸啊，把就是自己的脊柱啊，或者是骨头拉直一点，可能稍微高一点，有的其实很难的。然后如果大家有小朋友的话，在从小就是要多喝牛奶，多吃蛋白质，然后吃点钙片，这个很重要，就是蛋白质牛奶。因为我现在我家里两个小妹妹，有一个妹妹是6岁，她现在已经是，哇，她都快1米了，哎，不对，6、7岁，她上小学了，没上，今年上小学，那应该是6岁，是反正1米不到吧，反正很高。她首先她父母也高，但是其次就是因为现在大家营养水平都上去了嘛，多喝牛奶，然后吃蛋白质。应该没有1米高，但是我感觉他挺高了已经，反正是真的挺高的，他比他同班的人都高。哇，太快了，我看不见。季勇和司空长风打一架，那肯定是司空长风啊，因为司空长风他是武侠嘛，他还是会有一些什么惊龙变，他是有法术的。那季勇他属于是纯只会，对吗？纯靠自己实打。
And the path leads right to where they won't go. I know it hurts right now, but I know you'll make it home. So keep your head up. Yeah, keep your head up. 哎，东北玩吗？去过了，那个盲盒的时候去了。武汉可以在，主要是没时间呀。有时间的时候我会。火神那个我是觉得那有一场哭戏是我到现在演的最好的一场戏，所以火神其实也是很期待他能播。记录角色视频剪辑，看有的。什么歌？来一首我要离开。哎，不是，别人多的。哦，这首歌我觉得写的好好。什么时候出歌，就是暂时可能还是没有办法的，就是没有这个时间去弄它。本来是想还是好好拍戏吧。放心，我就算出歌了也是免费的啊。对，就不要花钱听我唱歌，太奇怪了。视线停留在你倒影，爱不再清晰，不再有意义。我顺着你的眼神痕迹，怎么不得提醒所有那些曾经。开演唱会啊，我现在有点害怕舞台，我说，因为太久没有上去了，有点没有办法去掌控这个东西。是谁离开的？是没有资格挽留你的双手，紧紧拥抱着你的冷漠和力气，切开所有遗留的痕迹。下一个角色在聊呢，应该是一个现实题材主义的，也是一个很有挑战的角色，非常非常有挑战。主播会滑雪吗？主播不太会，主播很早之前去滑过2次，对，但是以后有时间把这个攻克了，希望自己没时间，希望明年能够再多拍些戏。男主可以吗？可以啊，我当然可以啊，这话问我，当然可以啊。但其实有一些有深度的配角其实也挺好的，我觉得演员还是要多去让角色淬炼自己，你才能有更广阔的舞台。否极泰来，最近流感严重，有流感吗？那你们也注意身体啊。我要听5月天什么？盛夏光年，好，满足你。我觉得，哎，星星那个水不能喝。我不是给你弄水了吗？
可以，我觉得这几天得有时间的话，就是去拍些 vlog 给大家。不可以喝，过来。想听才23啊，等一会儿把这个不放了，快到点了，下次再听吧，好不好？我们后面还有直播呢啊！新加坡年怎么这么长的前奏，我还真没听。我痛恨的平凡。这首歌结束好吗？毫无遮拦爱我还是他，有故事的小女孩你是。哦。未来我不例外，我不转弯。主播当然吃过折耳根，但是主播不爱吃折耳根。什么时候去海边？暂时没有这个打算。我嗓子好多了。特别喜欢吃的东西，就是西红柿炒蛋，哈。这可太长了。好，行，差不多了，差不多了，我去吃饭了啊！你们也赶紧吃饭，好吗？大家一块儿把九重子追完，然后期待我后面更多的角色，也希望你们生活开开心心、顺顺利利，好吗？一切平安，一切万事胜意。